当然，改天有机会请您吃饭啊！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等你的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不知道啊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跟我走。嘿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个问题，我得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回答你。走！哎呀，快点儿！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我不是故意偷看你，我没，对不起，哎，不是，哎，这怎么了？娘，你今天可真漂亮啊！哎，今儿有个庙会，我就带白雪一起玩。够了！你还说，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儿！啊！打死我吧！打死我吧！别
别跟我装疯卖傻的！哼，你呀，门里一套，门外一套。你呢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。你扯老娘后腿也就算了，你还替朋友拉皮条，真要气死我啊！说话那么难听啊？什么叫拉皮条啊？那是你看家本领。姨娘，您别再说铁蛋了，这件事情跟铁蛋无关，跟彩儿也无关。哎，是我什么有关无关的呀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都没有。你呀，就疑神疑鬼。你给我住口！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跟那个穷书呆子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今天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，任谁来跟我说破了嘴，我都不会相信。雪儿，你怎么会自己送上门去倒贴那个小白脸啊？啊！姨娘，既然您都看见了，就不用再问我了。没错，是我自己贴上去的，这件事情跟他们两个都无关。您要骂就骂我，要打就打我吧。打你？我怎么舍得打你呀？这10几年来，我哪天不是把你捧在手掌心上面过日子？今天你要我打你，我还不如打我自己来的痛快些。哎，姨娘，你别生气呀，姨娘。我真是白疼你了。姨娘，这10多年来，我是受着您的教育长大的，跟着您在风尘里过日子，虽然过的都是衣食无忧、穿金戴银的日子，可是我一点都不快乐。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。我知道，这不怪您待我不好，只怪我自己。我知道我命该如此，我除了自己变成行尸走肉以外，我哪还敢跟人谈什么真感情？可是我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会在风尘之外遇到他。遇见他又怎么样？风尘之外又怎么样？你以为这个男人不去妓院，不去舞厅，他就是个好男人？你怎么不想一想，那是因为他3餐不济，因为他没有本事去寻欢作乐。我告诉你，男人我见多了，我可都看透了。天下的乌鸦是一般黑的。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呐。我这叫一竿子打飞一船猪，行了吧？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要追究起来，你们2个也逃不过责任，一个理应，一个外合，否则白雪会让那个穷书生给缠上吗？哼！好了好了，全都起来。雪儿啊，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，只要你们都答应姨娘，以后再也不跟那个小白脸碰面，我就当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啊！我不能答应啊！我做不到。哎呀！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来啊？你真以为9号公馆上上下下都得看你的脸色吃饭？你真以为自己倾国倾城迷倒众生吗？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想想看，这么多年以来，如果不是我帮你立下了规矩，人前人后的帮你撑起场面，你会有今天吗？你少说2句吧。为了替你搭这个架子，有委屈我扛，有怨气我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是个洁身自好的女孩，我为了帮你保住这个清白之身，结果没想到你是一个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女人，大白天的跑到街上去给我勾搭小白脸。娘，白雪不是那样的人。她是不是这种女人，她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我能替你立下这个规矩，我也能把这个规矩给废了。你这么不洁身自爱，我也乐得照单全收。我到时候看你怎么端给谁看！哼！干娘，我请你吃饭去啊！姨娘，好什么好？白雪这丫头真的是被我宠坏了，再不教训的话，总有一天爬到我的头上。你老说这些气话有什么用？我出点闷气行吗？九姨娘，嘿嘿，好久不见，小的给您请安了。哎呦，
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啊？简直是天狗追月，时煞齐出，晦气！九姨娘近来可好啊？我说你这双狗眼，就算不会看天色，也得学会看脸色吧。点烟。姨娘，可你从来还没给过我什么好脸色看呢？啊？你知道就好。你配什么脸色呀？干嘛呀，铁蛋？我今儿个来这儿可是跳舞的，这都有错吗？没错，但我怎么觉得你皮筋呢？找抽呢？说的什么话？亏你也是在这种场子里面混的人，难道就不明白有钱就是大爷这个道理？没听过。哎呦，铁蛋！哎呀，铁蛋！哎呀，铁蛋！哎呀，铁蛋干什么呀你？我说刘少爷，你今天是来跳舞的吧？有钱当然是给自己人赚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说的是，说的是。不知道刘少爷今天想跟谁跳舞啊？这个，白雪是吧？九姨娘，这我不敢，这个我不敢。进得来我们9号公馆就没啥不敢的。反正我的眼珠子就跟算盘珠子一样，只认钱不认人。今天呢，你只要出得起500块，我这儿的姑娘任你挑，还包含白雪。白雪，娘，你不能这样。九姨娘，我点白雪，我点白雪，我点白雪。春哥，把白雪给我叫出来，好好伺候刘少爷。谢谢九姨娘，谢谢九姨娘。娘，你做的简直就不是人事儿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你做的简直就不是人事儿。你打死我也这么说。不是人事儿。我就打死你！不是人事儿。打死你这个狼心狗肺、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我真的是白养你了。你处处想着外人，你永远想着白雪。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娘啊？我养头畜生还可以去卖呢，我养你干什么？钱，满脑子就是钱。人呢，跟畜生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不就是有感情吗？许你有，我有，白雪为什么就不能有啊？她就喜欢书呆子，那有什么错？她怎么了？你开口感情，闭口感情，感情能当饭吃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年头谈感情跟玩火一样，没有好下场。他要喜欢的是那些有钱有势的阔佬，你就不这么说了，还口口声声把她当什么自己亲生闺女看待。我就是，就不是。有亲娘拿自己亲生闺女给下三滥糟蹋的吗？不就因为她不是你亲生的吗？不是亲生的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是亲生的？我白疼白养你几10年了。我要不是为了养大你们2个人，我需要这么苦吗？啊，我狠的话会有今天，会有你吗？呸！你这下流的骚狐狸精，还敢跟咱们比？王爷这条命还不是叫你给磕死的？害死了王爷，还想留下来分家产？你别做梦了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！我求求你们了，不能这样！啊！拿过来，给我！拿来给我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你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给我！不能这样对我！不能！别关门！开门呐！大奶奶，再听我说几句话。王爷连头七都没有过，他还睁着眼呢。你们连王爷的人都敢欺负，这家没了家法，迟早要断子绝孙。如果老天有眼的话，你们一个个都要遭报应的。我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赶出来？分光了老爷的财产不算，连老娘的陪嫁也要一块吞。这群不要脸的臭娘们儿！不行，开门！开门呐！给我滚！你什么人呢？
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夫君王，你要见福郡王是吧？你要上西天才能见到他，他已经过世了。那你是？我是福郡王里的九姨太，你叫我九姨奶奶就行了。九姨奶奶，这孩子很痛。哎呀，这怎么没说两句就死了？你跟我哭，我跟谁去哭啊？前几天我家老爷刚刚死了，我也被人家赶出来了。你爸爸是谁啊？你是谁的孩子？别哭了啊！不做人就没那么多烦恼了。你晃我这干什么？白雪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躲我呀！今儿个大爷花钱了，九姨娘也发话了，今儿个我就是来看你跳舞的。你要不跳是不会走的。这是我的房间，请你出去。怎么，觉得我配不上你是吗？今儿大爷花钱了，白姑娘，我等这一刻可不是1天2天了。哎呦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白姑娘，这是干嘛呀？白姑娘，小心小纵火！这哪儿啊？你给我过来！等着！滚！白雪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有谁在欺负你？用不着你动手，我先宰了他。7月流火，9月授衣，春日在阳，有名苍庚。苍庚是什么？是一种鸟，就是黄莺。行啊，记性不错。我喜欢养鸟嘛。接着来啊。女执一筐，尊比微行，圆球柔桑。怎么样，感受到了吗？一群美丽的女子，身上背着箩筐，行着山间小径，到山上去采嫩桑。没错，就是这种景象。这是几千年前周朝的农村生活。可时光不能倒流，但文字却记载了这一刻，流传千年，真是妙哉啊！真是奇怪，我以前读《诗经》的时候，怎么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啊？那是因为你没有用心的去体会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春日迟迟，采繁齐齐，女心伤悲，待及公子同归。这些采桑女高高兴兴的采桑，干嘛要悲伤呢？哎，这跟公子同归是什么关系啊？这说明当时那些美丽的采桑女，如果要是遇到贵公子的话，没有办法反抗，只能接受被人带走的命运。所以说，一想到这儿，采桑女就高兴不起来了。这正是《诗经》含蓄而又深刻的生动之处。这首七乐呢，讲的是当时的农村生活，但又夹杂了百姓对生活的无奈，这就是当时的生活写照。可悲的是，
时隔千年，这种情况依然存在。唉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因为我也是个公子哥，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吃穿何来，唉，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，总觉得是理所应当的。不过现在想想，心里既惭愧又罪过。人嘛，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有能力决定自己应该走哪条路。就像你，出身在豪门大宅，不是什么罪过；而我呢，生长在柴门陋巷，也不是什么可耻之事。只要我们不做害人的事情，活着也就坦坦荡荡。也不知道有没有命这回事儿，反正我觉得有些事儿特别不公平。哎，就像你，明明是块读书的料，要是有我这么一个爹，早就谋得一官半职了。嗨，也不是这个样子。就算谋得一官半职，却不能体验市井小民的疾苦。做再大的官儿，无非是个人享受罢了。我就不信命，我信我自己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哎，其实当公子哥啊，特别没劲。那当什么好啊？铁蛋儿啊！啊？哎，你像他一样，我喜欢过他那种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哎，不过他最近不一样了，为了白雪，他整个人都变了。背诗，背诗。我说铁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最恨的就是让人踩在他头上。哼，也难怪了。一个女人熬到今天这个局面，虽然这个行当不太光彩，可是也不容易啊。我又不是为了白雪的事儿，我干嘛顶撞他？谁顶撞他都可以，但你呢？你不成。我顶撞你娘，她到现在，不都是为了你？那他也不应该对白雪那么做呀。嘿，哎，你对白雪还很上心是吧？啊？我跟白雪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看不了她受委屈啊。谁不受委屈啊？你娘就没受委屈吗？啊？反正我没错。这过日子没那么过的啊，办什么事儿啊，别想那么简单。这云儿的事，你看怎么办？云儿什么事儿啊？是我问你，还是你问我？哎呦，你别老考我了。我原来以为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现在我发现好多事儿我都弄不明白，我简直傻蛋一个。你是装笨还是装傻充愣啊？啊，云儿的心意你就一点不懂吗？哎，连我这个做爹的都看透了。哼，你是不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云儿，她喜欢你。什么呀？你可真的开玩笑是吗？不可能的。我倒希望不可能。行了，坐着。一边去。铁蛋儿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从打收你做徒弟的时候，我就从来没想过你做我的女婿。哼，这种生意我没兴趣。可是你云儿妹妹可是个死心眼子，你要对她够意思的话，看在咱俩师徒的面上，答应她。你要是没意思的话，你赶快跟她说，让她死了这条心。你要是嘴上不说，心里却两头吊着，我可对你真不客气。哎呦，哎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！哎呦，杜先生，哎，这是我们老爷的一点心意，请收下。这太客气了。哟，这么多钱啊！我不能收。我们老爷吩咐过了，您一定要收下。这我不能收。我在这里陪四少爷读书，并不是为了谋生的，我不能收。是因为碍于情面难以推辞，还是有其他的理由啊？童总长啊，老爷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
请坐。啊，坐。玉官这些日子在态度上，至少在心性上，比以前稳多了，这要归功于你啊！啊，这实在是不敢当。其实四少爷，他没什么太大的改变，一直都很真诚，很善良。这么说，是我对他要求太过了？望子成龙是全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愿，只不过人各有长，每个人的长处不一定都在学问上。如果要是只求其一而忽略其他的话，未免有点不太公平了吧？我知道，你很能说理。但是玉官在学习态度上的转变，这是事实。我把这归功于你，并不言过其实。所以不管你怎么推辞，这份报酬是你应该得到的。童总长，我来这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报酬，而是为了朋友。再说了，这笔报酬的数目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不能收。你只知道是为朋友，但却不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请到童家来。坦白地说，你是个可造之才，不培养太可惜了。我很欣赏你，于是我就很想帮助你。我说的帮助，不光是金钱上的帮助。我知道你很有骨气，从不把金钱放在眼里，但是这是我在和你谈话之前，我唯一能表示心意的做法。童总长，您的这番话让我感到很惶恐啊。我赏识一个人自有我的道理，你不必想得太多，也不用跟我说客套话。我想问问你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？将来？我的将来和国家的将来分不开。好，能说出这番话，说明你成得了大器。我知道，你教书兼职也有2年了，也是个留洋出国的预备生，只是迟迟得不到这个机会。像你这种人才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，不栽培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所以，我打算安排你留洋深造，如果快的话，半年之内就可成行。你自己在心理上要早做准备。歪了，滚远一点，爱孝敬谁孝敬谁去，我没有这么好的福气。还生气了？小心眼儿，娘。你别叫我娘，我不是你娘，你就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。我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臭水沟里捞出来的，土地庙里捡来的，行吗？反正你想怎么说，你就随便说呗。我有娘就行，有没有爹我也不在乎，他是谁也无所谓。反正有娘疼我就够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想要娘多疼你几年，以后就别气娘了啊！不会有下次了。
这里谈话方便吗？总比在9号公馆要方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阵子过得好不好？你别再说这些虚伪敷衍的话了，我听得已经够多的了。而且我来不是来听你嘘寒问暖的，我想要知道你对霍家的事情究竟怎么交代。我既然主动找你来，必然是有了一些线索。什么线索？目前我还不想告诉你。你在耍我？白雪，我在担心你因为内心的仇恨，而没有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之前就擅自行动，这样不但不足以成事，反而会害了你。事到如今，我还会在乎我自己这条命吗？不是在不在乎，而是值不值得。平反冤情是一桩大事，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行动。那你还需要什么足够的证据，才能替我爹平反？物证、人证。现在我手里就有一件物证，是你爹当年为了孝敬朝廷所进贡的宝物中的一件。按理说，它应该典藏于大内库房之中，想不到，竟然它在市面上出现。你何以知道，那就是我爹进贡的宝物？因为这批宝物是经过我查验之后，才封箱上路的。紫禁城里贩卖宝物的内贼很多，上至公卿，下至太监，每个人手脚都不干净。若只是因为一件宝物私自流传就可以当做线索的话，你的想法未免也太天真了吧？因为这批为了效忠朝廷所进贡的宝物，根本就没有被藏入大内。我已经查过了所有礼部清册，上面没有任何记载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批宝物在进宫之前就已经被拦截私吞了，是吗？我是这么怀疑的。但押送这批宝物进京，必定是你父亲的贴身侍卫或者亲信。不过发生这样的事，这途中必有蹊跷。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向你打听，你父亲生前的故旧、亲信或者部下，是否有人还在？当年已经全都被你杀了。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只希望苍天有德，能为这场浩劫留下翻案的证据。不管是人证、物证，不管有多困难，我都一定要设法把它找到，不然，我就是到了黄泉，也死不瞑目啊！燕武如今尚在人世，他是最清楚当年那场灭门惨祸的主凶。还有严武。严武？老爷，还在替霍家的事烦心呢。啊，我知道，你又要说我心里只想着别人的事儿。不，我在想，这2件事也许有因果关系。也许替霍家洗雪冤情之后，童家失散的孩子就能重聚了。我替霍家洗雪冤情，是为了赎自己的罪，不求老天的回报，只求得到一份心安。老爷，您今天跟德总长把事情挑开了，这么一来，他一定会想法子对付您，您不能不防啊。这我明白，我倒也想看看他会怎么做。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最当务之急的是要尽快找到严武。天地之大，您上哪儿去找呢？听白雪推断，严武现在应该居住在甘肃。甘肃那么大的地方，您差谁去找啊？难不成老爷您亲自去找吗？
我倒想过一个人，就不知道他肯不肯跑这一趟。你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啊？你不吃不喝不出房门？算你狠！算你狠！给我出去！我养了你10几年，你伺候人的功夫没学会，你折磨人的功夫你学到家了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对你，你才会称心如意啊？啊！为了你，铁蛋跟我吵架，翻脸。为了你，我得人前人后的去磕头赔罪。为了你，我苦心经营10多年的9号公馆，现在招牌都被人家拆了。你竟然为了一个见面不到3次的穷小子跟我翻脸成仇！你真的以为我的心是铁打的，不是肉做的，扎了不会疼的吗？雪儿，你跟了我10几年，我怎么对你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拿你当摇钱树，非要把你榨干了不可，才放你走吗？你自己心里有数，你既没有买身契，也没有欠我半文钱，犯不着这么折磨你自己。你要走，你就痛快的走，不要害我落下这种不仁不义的罪名。你摇头。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是我说错了吗？是我说错了吗？啊？还是你想留在这儿折磨我？你要跟我赌这个气，你就一辈子别开口。姨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恨我自己，我忘不了他。哎，你别喝了，你别喝了，别喝了，行，这是普军，我乐意不是白拿他当白鸽，碍你屁事儿！行，我不惹你，行了吗？啊？那个，你不是说有事找我说吗？我师傅让你爹派了个差事出远门，知道这事儿吗？柳师傅出远门了，他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？他又不说，我怎么觉得你应该知道？我爹这种事儿怎么可能告诉我呢？怪不得那天。哪天怎么了？没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云儿呢？嘿，我说，哎呀，你先别管这个，云儿怎么了？他交给我照顾。那怎么行啊？哎呦喂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说你不行，我是说让云儿一个人在武馆里，这不行吧？那也没办法。我一天我10趟、20趟，我89趟跑去看他，我不嫌累，用不着你操心。行，你先坐下，啊！好，坐下啊！哎，结账！干什么去？哎呦！干什么？
哟，这不是那王八爷吗？有何贵干？今儿我连你也成全了，给我打！这怎么回事啊？给我打！给我打！瞧瞧你们俩这点出息吧，怎么能让人给打成这个样子呢？还不是因为你！我？上回在茶馆碰上那个八爷，你还记不记得啊？你们俩是被他打的呀？运气不好又碰上了，太可恶了！哎呀，算他运气好，下回遇见他，让他血债血偿。好好好，来，把胳膊抬起来。轻点儿！啊，好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这样行吗？轻点儿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等会儿。天哪，这下手也太狠了！他算什么呀？这样行吗？哎，我这还没完呢。他比你伤得重，你等会儿。行吗？这样行吗？我是比他重。哟，怎么打成这样啊？来，我看。我这比他重吗？你看看，是不是比他重？长幼要有序啊！师兄就应该让师弟，师弟就该尊重师兄啊！什么叫尊老爱幼？你知道吗？你过来，给我揉。停！自行解决。两个和尚没水吃吧？我帮你抹。白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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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。厉寒，来，厉寒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彩儿去找过我，她带我来的。铁蛋儿都已经跟我说了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呢？是我害了你。是我自作自受。你别这么说，你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，让我带你走，答应我好吗？谁呀？姨娘是我，来春儿。进来。什么事啊？姨娘，三爷来了。三爷来了，人呢？我已经请他去偏厅坐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三爷问起白雪姑娘怎么样了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跟他说白雪姑娘病了。我知道了。你下去吧。哎，我一会儿下去。是啊，就是。姨娘。哎呀，
些死丫头也不陪三爷喝酒，自己在这边饮酒作乐啊！还不出去？哦。哎呦，我说三爷，九姨娘，你在逗我玩呢？我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逗您玩啊。三爷，白雪这次是真的病了，已经好多天没法见客。今天您还真是得多包涵呢。哼，九姨娘呀，九姨娘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没错，我也听说白雪她病了。什么病？严重吗？有没有请医生啊？当然，该看的都看了，能找的都找了。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都说需要疗养，说他是不能够饮酒劳累。你说我知道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不就得照做吗？很好，那就烦请九姨娘替我问候一声。哎呦，三爷，您对白雪的好，她是看在眼里，甜在心里。这些问候的话还用得着说吗？一定得说。哟，三爷这么早就走啊？也不早了，多喝了2杯。我问你，白雪她到底怎么了？姨娘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她病了。真的病了？真的病了。确实病了？确实病了。什么病？这……来春啊，来春。谢谢三爷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还有这种事儿？小差，是你吗？小差，是你吗？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能进来！小差是我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厉出去！放开我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爹，没去躲啊？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？你个混小子！今天我不打你，算我白养活你！爹，你这干什么呀？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你干嘛打我？你错哪儿？小韩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我费劲巴拉的供你读书，我盼你金榜题名，你不上进也罢，你还玩上女人了。北京城谁不知道她是交际花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听谁说的？你自己做事，你自己心里知道。本来这苦日子就要到头了，偏偏这个时候你起什么幺蛾子啊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我有钱玩女人吗？你也不想想，你儿子是不是那种人？你还敢犟嘴？有人在9号公馆看见过你，对不对？我是去过9号公馆，我是去见过殷白雪，可我不是去那儿花天酒地，我只是……指什么？我只是想见见她。什么？你还想见这个婊子？爹，你怎么能这么侮辱她呀？我告诉你，小韩，巫女就是交际花，交际花就是婊子。我再告诉你，你再不能到那个地方去了，你再不能跟那个狐狸精见面了。你个穷小子，你不知道他身边有多少有钱有势的男人啊！你拿什么玩啊？
你把你爹的脑袋玩掉了，你才高兴是吧？啊！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压根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什么怎么回事？我不许你惹祸上身。得了，既然你跟我说了，我就跟你挑明了。白雪是个好女孩，我不光爱她怜她，我还要救她娶她，跟她过一辈子。好，小海，今天我看看是我的扁担硬，还是你的骨头硬。小韩呐，你有本事了，你敢跟三爷争女人，你要不怕咱们爷儿俩的脑袋被他砍掉，你就趁早放手吧你！哎呀，哎，三爷。九姨娘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三爷派人送来给白雪姑娘补身子的名贵药材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哎，难道他不知道这芹子什么药都治不好吗？姨娘，雪儿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怎么不留在房里休息呢？哎，快起来！雪儿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不会怪你，也不需要你这样子。其实，这些日子我也想过了，你压根儿就不是吃这行饭的。如果当年你不是跟了我，也许我早就死了。这些年来，姨娘为雪儿所做的，我心里明白。只要你心里明白，别人怎么看我，怎么说我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其实我们两个都很清楚，9号公馆能有今天的局面，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你。可是我也不会把你当成摇钱树，紧抓不放。女儿养大是要嫁人的，我这么费心的护着你，不也就是希望你能有个好的归宿吗？只是那穷小子什么也给不了你。我明白。后来我想通了，未来的日子是你自己过，路是你自己走，是好是坏，没有人可以帮你，这就是命。我又何苦在这上面跟你过不去？平白搞坏了咱们10多年来相依为命的感情，所以那天我才会让彩儿去把那小子找来。姨娘，我明白。想想我这辈子做了多少自以为聪明的事儿，结果呢？该吃的苦，该受的罪，是一样也没少，这也是命。如果你现在问我这辈子可以重新来过的话，你最想要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只想要一段粗茶淡饭、相依为命的夫妻之情。只是我没那个福气。姨娘，哎呦，我告诉你，其实啊，嫁个有钱的不代表就是有福气，嫁个穷光蛋也不一定就倒霉。你只要找一个人呢，能够真心的对你好，我告诉你，那就够了。如果你决定嫁给他，姨娘是不会拦着你的，而且啊，我保证给你办一个全京城最风光的婚礼。把你嫁出去，姨娘，您误会了。其实我这次来见你，并不是要走。那你，姨娘，您收留了我，这么多年来，照顾我、疼我、对我好，这些恩惠我都记得。我要是连这些都不记得，我也太忘恩负义了。白雪虽然无以为报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撇下您一个人走的。雪儿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那个小子，萍水相逢，有缘无分，我们不会有结果的。
哎呦，白雪啊，姨娘也不图你回报什么，我正是怕你一时想不清楚，走错了路。你既然想明白了，姨娘就安心了。我站在城楼环山那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爹，纷纷。早啊！好早啊！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，一大早？哎，任姐，来，走。哎，正好啊，有件事情啊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你都忘了吧？你晚饭跟我提的办报的事儿啊。对，你想好了？对，我想好了。任姐啊，办报不是件坏事情，但是呢，它毕竟是有风险的。你比如说啊，如果办报用咱们庆字号办砸了，那这招牌，任姐啊，这招牌可比命都重要啊。这个我倒没想到。所以呢，我想能不能这样啊，以教会的名义去办，一来呢，把钱捐给教会，让他们长长门面；二来呢，咱们没有后顾之忧。你看呢？教会？您指的是把钱捐给西山小教堂，然后以他们的名义办报？肥水不流外人田吗？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。大少爷，车子准备好了。好。哎，你不吃饭啊？不吃了，爹，我去银行。走。老爷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说你该说的，做你该做的。明白。老爷，外面有个糟老头子，吵吵闹闹的说要见你。什么人呢？他说他姓杜，您看我要不要把他打发掉？不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去银行通知常茂过来见我。是，老爷。大哥，我一听说这事儿，回家就把那小子狠狠揍了一顿。我向您保证，他以后再不会找那姑娘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啊，年轻人嘛，玩玩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。哪有这本事的？你低估你儿子了。那小子很有一套。他有啥一套？我看他这一套都没一套。他是让人设圈套，给套住了吧？就凭他那老实劲儿，可能在那种地方认识那种女人。总而言之，今天让你知道这件事情，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是吧？最起码让你知道，你儿子去了什么地方，都见了什么样的人。那种地方，兄弟，关系错综复杂，万一得罪了谁，那是要出人命的。当然了，我只是一说嘛，真出了什么事儿，还有三爷我呢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是，三爷说的太对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成，今天啊就到此为止。回去以后呢，什么也别想，好吃好喝，拿着。三爷，有客人呢。自己人嘛。大哥，你们聊正经事儿啊，我先走了。行，回吧。哦，对了，你最近手头上是不是有点紧呢？说过多少次了，咱们什么关系啊？是兄弟。常茂。老爹。大哥，我收下了。对了，大哥，我回家一定好好教训这小兔崽子，让他以后不敢再跟你。记住了，第一，不许打孩子；第二，这事儿压根儿就没发生过。走吧。好，那我回去了。三爷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这个人，你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，我思来想去，这件事情非你莫属，但是这件事情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
包括大少爷。对。放心吧，三爷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任杰提的那个想法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当然好了。其实我本来一开始啊，就想让银行和报社分开的。那倒不是因为人家出钱给我办报我不感激，不是这个。我是想，如果要是办报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的话，会影响我们之前办报的初衷。哎，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厉涵，你这是怎么弄的呀？我爹打的。他为什么打你啊？他知道我跟白雪的事儿了。他不同意啊？那也不能把你打成这样啊。没事儿。厉涵，你跟白雪的事不会那么简单的。你心里到底怎么想？我想娶她。这件事情不是一厢情愿就可以的。他答应你了吗？他为了我不吃不喝大病了一场，难道还需要他点头才算是答应吗？没有人怀疑你对他的感情，我只是担心你这样一头栽进去，不但没有结果，反而会耽误了你自个儿的前途。你怎么跟我爹站一边啊？我一直以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。了解不代表支持。厉涵，你应该客观冷静地想一想，为了他也为了你自己。你看看你现在，你把之前所有的抱负都丢在一边，心里想的只有他。我没有。有没有你心里最清楚。正是因为我心里面清楚，所以我才去办报的。办报只是你逃避公费留洋的一个借口，有了这个借口，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留下来，给别人给自己一个交代，让别人还以为你还是原来那个有为进取的杜丽涵。好了，别说了。你骗得了别人，你骗不了自己啊！别说了。就算这样又能怎么样？啊？那个银行大少不一样对你百依百顺，有求必应，你不也全都接受了吗？为什么他就可以理直气壮，而我就需要去找一个借口呢？就因为我爱的是一个舞女？